大家好，我是小卓。相信有不少人出现过半夜突然醒来的情况吧，但在刚醒来很迷糊的情况下，可能并不知道还在半夜，担心会睡过头了，所以就会拿手机看一看时间。还有些人则是在半夜醒来之后，觉得嘴巴里面很干，嗓子不舒服，所以就起床喝水。有时候可能是太渴了，能一下子喝一大杯。然而就是这样看起来很寻常的行为，却成为了一些医生口中尽可能不要在半夜醒来做的事情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有人为此还发出了质疑的声音，觉得说出这种话的医生想通过夸张的说辞来骗取大众的信任。那么事情的真相是怎么样的呢？一，为何会有人容易半夜醒来？半夜醒来的情况，可能有些人很久才会遇到一次，而有些人则是过于频繁了，10天半个月内，一大半的夜晚都会发生这样的情况。如此一来，睡眠质量会严重下滑，容易引起健康问题。因此找到半夜容易醒来的原因就变得重要起来了。主要是可以根据原因来制定具体的改善方法，特别是疾病原因所致的情况下，还要及时进行科学的治疗。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跟年龄有关系，不知道大家发现了没有，很多人在年龄大了之后，夜间会更容易醒来，这是由于老年的新陈代谢在逐渐减慢，体内机能分泌物与年轻时候相比也会有所减少，影响到睡眠质量。另外与年轻人相比，老年的肌肉和关节也在逐渐变得僵硬和疼痛，这样可能成为老年人在睡眠中感到不适，进而容易半夜醒来的缘由之一。这个时候可能会有人说了，自己明明就很年轻，也还是会经常半夜醒来，又该怎么解释呢？实际上，除去年龄这一因素外，影响睡眠质量的因素还是很多的，比如环境因素、心理因素以及疾病因素等。这也表示了半夜醒来是一个复杂的现象，不能只看单一的因素。以环境因素来看，如果自身的睡眠环境不稳定，平时会受到各种各样的干扰，比如大量的噪音、刺眼的光线、温度突然之间变化等，都有可能使人从睡梦中惊醒。而且根据研究发现，睡前使用电子设备如手机、电脑等，会比睡前选择读书的人更容易半夜醒来。这是因为蓝光干扰睡眠质量所带来的影响。再来看一下心理因素所产生的影响，多数会跟不稳定的情绪有关，如焦虑、压力、抑郁等。特别是在现如今的社会环境下，很多人陷入到了内卷的压力当中，学习内卷，工作也内卷，各方面都在卷，承受了很多的压力，继而引起了睡眠障碍，导致夜间睡得不安适，容易频繁醒来。当然了，具体是哪一种情绪，这个要看个人的情况来定，以便后续来调节情绪更具方向性。而当排除了年龄、生理以及心理上的影响之后，对于经常会半夜醒来且感到不容易继续入睡的人来说，及时前往正规医院接受健康检查会很有必要，主要用来确定是否因疾病所致。一旦确定后，接下来就要接受专业的诊疗了，让自己的病情能够得到控制，晚上也能睡得好一些。2. 为什么半夜醒来别看时间，别喝水？实际上，医生提醒让半夜醒来的人尽可能不要看手机，也不要喝水，并非是没有原因的。一般半夜醒来的时间点，具体到每个人身上并不一样，有的是可能是上半夜醒来的，才刚刚凌晨，醒来后如果没有其他情绪问题，还能够安心的入睡。而有些人醒来的时间已经到了下半夜，
看到这个时间，即便是有设定闹钟，也可能会产生焦虑的心态，觉得再睡过去，很可能会听不到闹钟声音，导致睡过头，耽误上班或者上学的时间。为此选择不睡觉，直接熬到天亮的现象也就容易发生了。更何况，还有些人在看过了时间后，会想着现在脑袋还是清醒的，也睡不着了，干脆玩会手机再说。可是一玩起来，就可能不知不觉到天亮，导致晚上没有休息好，进而次日白天就容易犯困，影响到正常的工作、学习效率。不仅如此，还有些人在半夜醒来，看了时间后，脑海里面会将这个时间给记住，后面就容易在这个时间点醒来，这样就影响到了正常的生物钟，给夜间正常的作息时间造成了影响，睡眠质量一路下滑。看到这里，是不是知道了为何医生建议不要后半夜醒来看时间了呢？而至于不要喝水这一点，也是从健康角度出发所给出的建议。虽然很多人不理解，觉得人体本身就含有大量的水分，喝点水又能怎么样了呢？通常在进入睡眠状态后，身体机能运作会减缓，而即便是半夜醒来了，与白天行动量较多的情况相比，体内的新陈代谢与排毒机能依旧处于低谷状态，消化与吸收的功能亦显得较为脆弱。倘若在这个时候选择了贸然大量摄入水分，恐将会给胃肠系统带来额外压力，甚至可能诱发胃部不适的症状。尤其是对于一些患有特定疾病，如肾功能不全或者是糖尿病等的患者来说，夜间要进行水分的摄入需要更加留心。这一类的疾病对于肾脏的正常功能会造成干扰，夜间喝水如果造成了体内水分滞留的现象，时间一久会让病情变得更加不稳定，因而对这些患者而言，即便是在很口渴难耐的阶段，也应该在医生的专业指导下进行饮水，以确保身体的健康和安全。除此之外，夜间喝水还会带来一个意想不到的副作用，排尿次数增加。正常来说，一旦身体摄入足够的水分，肾脏这位勤劳的工人就会开始忙碌起来，将多余的水分转化为尿液排出体外。这个过程有时候可能会将喝水后已经继续入睡的人给再一次唤醒，甚至会导致一晚上醒来好几次，令睡眠质量大打折扣。不仅如此，半夜喝水后，第二天早上醒来也容易有水肿的现象。可是如果真的嘴巴很干，不喝水也睡不着怎么办呢？不妨试着小酌一口温水，来滋润一下干燥的嘴巴，让嗓子部位因干燥所产生的紧绷感也有所缓解。也不要担心会给身体带来过多的负担。另外，针对半夜醒来因为看了时间睡不着的情况，也可以试着不要过度的焦虑，反而可以尝试一些轻松的活动，帮助自己重新进入梦乡。比如可以选择做些简单的舒展运动，或者进行深呼吸，让紧绷的神经得以舒缓，身体也能放松下来，促使进入到再次的睡眠状态当中。3、呵护睡眠质量。睡前这些事情不要做，睡得好，不仅起来之后精神头看着很足，也会让健康在长期保持优良睡眠质量的情况下变得更加稳定。而想要晚上拥有个好的睡眠，除了确保环境很舒适，而且生物钟很规律以外，睡前的一些行为也至关重要。像是有些运动达人，真的就是运动脑袋，只要有时间就想要运动。可运动虽然有益于健康，却要懂得适量才行。尤其是在睡前，一旦进行了过度的运动，让身体处于兴奋状态无法平复，就会发生难以入睡的情况。因此建议在睡前的前2个钟头做些中轻度的运动即可，
不要做激烈运动。还有些人白天可能忙于学习工作，没有好好的吃东西，所以到了晚上就会放纵自己多吃一些，将晚餐搞得很丰富，然而晚上吃得多了，再加上很快就要休息，就容易在胃肠感到负担的情况下，不能好好的入睡了。尤其是爱吃一些辣、刺激性食物的人，长期以往对健康会有不利的影响。所以晚餐也要适量的吃东西，不要让自己有过强的饱腹感，并且要吃得清淡一些。如果是喜欢喝咖啡的人，睡前也不要喝咖啡，避免咖啡因刺激神经，令人兴奋。除此之外，有些人习惯了将白天未能解决好的问题放在晚上进行思考，觉得夜深人静思考起来更有头绪。虽然有些人的确因此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法，但长期在睡前过度思考会令大脑难以放松，一整天都处于高速运作状态。而且也不是所有的问题依靠着晚上苦想就能找到方法，可能只会带来更多的压力，令人变得焦虑不安。建议有问题且不紧急的情况下，可以放在次日闲来再思考。而为了能有更好的睡眠，以便次日精神好，可以在睡前进行冥想、深呼吸等放松活动，帮助大脑能放松一下。半夜醒来之后不看时间以及不喝水，的确跟健康有一定的关联性，但具体到每个人身上会是不一样的。这一类的建议到底该如何实施，要学会因人而异。毕竟每个人的睡眠需求和习惯都是独特的，找到适合自己的睡眠策略是关键。但如果经常半夜醒来，而且有其他难受的表现，只要考虑到让专业的医生来帮助改善，通过得到的针对性方案来获得良好的睡眠质量，为健康生活状态增添一份筹码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，非常感谢你能够看到最后。如果今天的分享对你有帮助的话，请点下一个免费的赞。我们下个视频见啦！